每年过年一定要回台南拜年，顺便造访久违或者没去过的新景点。这2天的嘉义台南行，我们安排了7+1个景点，特别的艺文但鲜为人知，好像文青秘境之旅哦。就让我们回顾一下这趟旅行吧。第一站，嘉义市立美术馆，2020年11月才开幕的嘉美馆，前身是菸酒公卖局嘉义分局。由于为市定古迹，因此无论是建筑与展览，都可以感受到美术馆想要呼应的新与旧的更迭与转化。这边就是完全用日常常用的一些材料，然后可以满足我们某一种欠缺的需求。透过黄明威建筑师与黄明显建筑师的专业改建，将3栋年代风格迥异的建筑巧妙连接。大厅空间采用集成材梁柱而非钢构设计，就是在呼应嘉义作为木都的历史风貌，是不是特别壮观优雅呢？这栋公卖局的建筑师为梅泽舍次郎，不仅擅长当时前卫的 Art Deco 风格，也涵盖历史样式折中主义与初期现代主义等经典风格，因此他留下来的作品都能成为值得保存的古迹哦。有他说这栋以前是公卖局，对，酒厂，所以他们是一起的。梅泽舍次郎卓越的建筑才华，非常受时下官方与民间的青睐。台南美术馆与林百货、台北松烟、新竹专卖局也都是他设计的哦。我很喜欢这种单纯的几何图形，午后的阳光洒下，应该会非常柔美吧。不是他这一排长窗最好玩。对啊，是刚刚看到看出来的。的，对啊，刚刚看出来的。刚刚是这个，下面那个菱格纹，那个也很可还有爱。它有圆形的哎，它其实可以打开哎。这个是什么啊？这个梦上桃啊，有收音机，收音机放送体操。运动啊！有啊，有录音啊，有收音啊。哇，好美哦！你看这个外观，这个就是人家说的那个防那个什么轰炸的那种砖，有没有？还有纹路，对不对？这个纹路，哦，我实在太会开了。这边居然有一间咖啡厅诶，大过年最适合当贵妇了，进来品尝嘉义独有的咖啡香吧。连公车都这么古色古香，果然是个风韵犹存的文化之都啊。第2站，方圆美术馆，位于台南市将军区，这里曾经是将军乡首任乡长黄清武的故居穗园，也是他悬壶济世的诊所穗生医院。这栋建筑建于西元1944年，是四合院结合拱门回廊。这栋建筑融合中西建筑特色，堪称当时非常前卫的建筑哦。此地曾经占地数千坪呢，现在仅剩数百坪。主人搬离后便无人居住了，荒废了20多年。直到2008年即将被拆除前，被当地的企业家林正峰及时买下部分古宅，进行改建与整修。当年11月正式开放参观，想不到居然是这么久以前的事了啊！上楼瞧一瞧吧。好特别哦！你知道怎么上来吗？由上往下观赏，更能感受到设计者的巧思。中间的庭院还有不少咖啡座，下午的时候在这边喝咖啡聊天，体验一下古早时的文青生活，也是很不错的哦。瞧一瞧这边的小庭院吧，坐在这边发呆，是不是很疗愈呢？哦，上面下来的确是一个沟沟。第3站，南昆山代天府，
过年当然要到大庙拜拜喽。说这表示这就是一间很大的庙啊，他的小庙都要来这边给他扫。我走都来了，为什么不走？这里据说香火之盛为全国之冠，是台南面积最大的王爷庙哦。因分灵众多，又被称为台湾王爷总庙，为台南八景八圣3元之一，是台17线台南段的重要旅游景点呢。你们知道南坑山为什么在这里吗？相传明末时有王船漂流至此，船内奉有传说唐朝开国功臣的神像及中军府神像，因而被渔民接后而建草寮供奉。因神迹显赫，广布流传。于明朝永历16年，初期创建落成，后来因南昆生沙象淹没冲毁，便在现址重新建庙啦。听阿妈说总爷比较严厉，看看这历年的国运签真的是凶多吉少啊。不过已经连2年好运签了，其实无论好坏都当小心谨慎，才能趋吉避凶啊，就当作是王爷公的苦口婆心喽。最后来到今天的重头戏，第4站月经港灯节。到这里一定得先吃一碗盐水意面咯，不过才6点多，有些名店就卖完了，实在厉害。一走入灯区，就看到这么可爱的胖虎，也太疗愈了吧！可爱的小圆球，它其实看起来像浮在水面上，其实不是。去年月经港灯节因疫情停办，于是今年扩大举办。看报道得知，今年的月经港灯节展品高达80几件，历年最多呢。为什么这里叫月经港呢？据说清雍正年间，盐水区陈设盐水港堡。因为这里的地形为新月形状，所以又称月经月港。旧时曾有1府2路3艋甲4月经的俗谚，这里的衣单间可是有数十家呢，可以想见当时这里有多热闹啊！哇，好漂亮啊！冰块都无干呀，这一个到头看，像不像水里面着火了？哇，那边有小船啊！这里虽然有5大展区，不过大多时候是跟着人潮忙走的，根本也不知道自己到底逛到哪了。由于时间不够，所以像是永城戏院的沉浸式互动投影作品，或是月之美术馆漫月美行动特展就无缘参观咯，有些遗憾啊。虽然月经港灯节持续到228连假，不过在这之前我应该也没机会再来了吧，只好等明年咯。明天再继续新的旅程吧。第5站知识官邸生活馆，八角状的外观与红白相间的建材，这是一栋2层楼高的英国殖民地式建筑，超舒服的，适合春天的时候，就1年4季都是冷。太热也不适合。这边的木质装潢都有细致的雕饰，造型也蛮有特色的。那可以走一圈。他们日本房子就是这样，都可以在外面走一圈的。这栋建筑主要为日治时期台南最高行政官员的官邸，也是日本皇族到台南巡视时的御泊所。哇塞，住的也太爽了吧！他们家真的很大哎。日本前员工代仁亲王夫妇、东宫太子裕仁等皇族都曾在访问台南时在此宿泊。
这是在模拟日本皇族在此处用餐时的情景吗？看看这一段，晒太阳这一段，哇，舒爽。好漂亮的颜色哦，这样绿色的很美。这生活有多尊荣啊！裕仁天皇留在这里2天1夜，下榻台南州知府官邸。暂时此官邸并未遭到轰炸与损毁，这是中日战争时为了躲空袭而设的防空洞。2战后国民政府来台，该建物陆续有许多单位进驻或共用。1988年被指定为市定古迹，历经10年的修复，2010年开始委外经营。这里还有贩卖一些纪念品，还有午茶餐酒的空间哦，很适合来这边聚餐当贵妇哦。第6站台南厅长官邸，从1901年到1920年间，有6任厅长居住于此。这栋建筑为当时流行的和洋2馆建筑，北侧洋馆应为办公接待空间。不能去后面的花园。可以啊，但是量体也不大，它整个面积其实没有很大，看起来没有它的睡觉地方。对啊，因为南侧河馆为居住空间，已经被火灾烧毁了。2次大战后历经数次的管理变更，曾作为高官宅邸、南一中教职员宿舍。闲置后历经2次大火，2001年公告为市定古迹时已接近坍塌，历经15年的整修才整建完成，民意相当多舛啊！这里超好拍照的。接下来就是隔壁的第7站西竹围之丘，这里原本是台南一中的教职员宿舍，现在古迹再利用为文创园区，为手作职人的工作室，平时作为创作与教学之用，5、6日才开放民众参观。能在这么清幽的环境创业，实在有够幸福啊！推荐文青店佐野竹园町，Google Map 显示就在附近啊。不过我们钻进巷子，我们要绕一下，然后那边到2点刚好。一度有点小迷路呢，不过还是被我们找到啦。经朋友介绍，特别前来探访。这里很有京都风情呢，原为台南州职员宿舍。怎么了？哇哦，真的好有 feel 啊！当然要多拍几张照片啊。今天点的都超好吃的，不愧是近年来很夯的打卡名店呢。可以向左转。哦，真的在这边盛烘哎，这里晚上应该很有 feel。要我拍你是不是？对。怎么拍都好看啊。时间不早了，结束这次的春节踩点之旅吧。拜拜喽，谢谢收看。